心化作絮，沾染几缕相思。谁在临摹你的笔迹？落红满地，飘过几世风雨，唯有缘分不可抛弃。迷醉梦里掠过几声悲喜，谁在试探我的情意？黑白对弈，各执几厘棋子，输赢难断，爱恨故里。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需要千头万绪，我在海里寻觅，花心难离，有太多迷离。手握清风，采摘东篱，一起游过，谁人与我相依？千丝万缕，我在海里回忆，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落红挂里，长歌一曲，依稀梦里难言与我别离。爹，你怎么又喝酒了？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高兴了喝，不高兴也喝。我要是不去吧，也不好意思。那你以后就和他们说，你儿子管得严，不让喝了。好，那我以后就这么回他们。你去睡吧，我在这坐会儿，缓缓劲儿啊。慢点啊。那爹，你先休息一会儿，我让张姨煮碗醒酒汤过来。啊。中途有人传信给内鬼，他临时改变路线，书局的老板也不见了。这么短的时间，他们怎么知道会有埋伏？子俊唯一，你们那边查的怎么样了？我们和杜教官核实了内鬼出现的时间，那个时间段，郑师长带着花篮去片场看他女儿演出，孙团长捧场小春宴，听了场堂会。我妈打麻将3缺1，硬把我爸拖走了。我爹跟几个老哥们喝酒，喝到不分天南地北才回家。除此之外，其他那几个老将都在各忙各的，没什么异常。不管怎么说，行动肯定是打草惊蛇了。三哥，接下来怎么办？杜教官，你有什么想法？康司令的目标是影军，在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一定不会就此罢手。这次的内鬼没有暴露，他会蛰伏一段时间，但不可能完全没有动作。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他对康司令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等待时机。没错，目前只能等了。子俊唯一，你们传书底下的人盯紧康司令。是。内鬼呢？跑了。跟着爹。行了，老三，
你要信任我，给你信任了；你要机会，我也给你机会了。既然现在这样，就把这事儿先放一放吧，啊，以免乱了军心。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练兵，明白了吗？是了。金香，金香，你干嘛呢？这少爷新给我做的衣服。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嘛？我让我们家小姐陪你不就是了？你们家小姐？你们家小姐还是我们少爷的老婆呢，不是听我们少爷的。哎呀，真是的！要不是你家少爷3求4请的，我们家小姐还不嫁呢。金香，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没有良心了。我们少爷为了你们家小姐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罚，你知道吗你啊？怎么个受苦挨罚？你倒说说看。就之前康司令遇刺的时候，我们少爷为了救你们家小姐，在东大营跪了1天1夜呢。还有之前，他整整挨了30鞭子，关了禁闭。东大营的禁闭室呢，啊，连躺着睡觉都不行，整夜只能坐着，连点光也不透。我跟你说，铁打的汉子进去都得熬半条命。那个挨鞭子、关禁闭又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没有听督军的命令，去救3少奶奶的爹，差点引得督军兵戎相见呢。少爷为了救你们家小姐，在东大营跪了1天1夜呢。还有之前，他整整挨了30鞭子，关了禁闭。挨鞭子、关禁闭又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没有听督军的命令，去救3少奶奶的爹。你要回南方救你爹？是，我不可能看着我爹命丧黄泉，我必须回去救他。林行景，我能救你爹，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嫁给我。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我”字。这个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我们自己。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我心里所想的，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林老师，可是我娘说，女人这辈子最大的事就是嫁人，嫁了人之后就听丈夫的，什么也不用做，奶孩子就好。林老师，林老师，你说，什么时候叫我们写信啊？我要给铁牛哥写封绝交信。他最近和裁缝铺的春喜眉来眼去的，气死我了。林老师，你说，林老师，我阿爹在孙团长家做厨子，不常回来。我今天想去看看他，您能教我写阿爹2个字吗？我想给他看看。好啊，可以。
同学们，这就是阿爹2个字，它代表了我们的阿爹。有谁想知道阿娘2个字怎么写啊？我想知道。今天的你学会了吗？13少吧。刚就是13少，他是来找老师的吗？13少哎，肯定是来找林老师的。这几天东大营不忙吗？怎么有空过来？想我老婆了？怎么，不行吗？你少没正形了。这是学校，好多学生看着呢。怎么了？我心疼我老婆，讲了1天课。谢谢。老师好般配啊！老师好帅呀！那一晚，莫西白差一点就暴露了，还好他机警，算是有惊无险。您说是萧海山对军中产生了怀疑，还是萧北辰？萧海山对影军的旧部向来都很信任，即便他怀疑，也一定是萧北辰说动了他。那如果他们父子2人联手，莫西白岂不是很危险？通知他，暂停一切往来，不要轻举妄动。是。看来这出暗度陈仓也快唱到最敞亮的时候了。他们在交易军火。谁？这边有人！站住！别跑！跑了！站住！那边！别跑！站住！下去找！快点，快点！你作业写了吗？最后一个老师还没写。大哥太快了，来看我呀！我可以教你啊！真的吗？起迟了嘛？阿芷今天不来啊？要帮他妈妈看铺子。你还带着这个？那他不是要缺课了吗？小姐，小姐，小姐。刚才刮风下雨，外面有几个小朋友放风筝，不小心挂上面了，能请你帮忙摘下来吗？哥，风筝在那儿了。风筝。放心，哥哥这就帮你摘下来啊。乔先生，程小姐，原来你在这儿啊，我们去办公室聊吧。好。乔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乔江乔先生。乔先生，这位是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我们城景女校的创办人之一林航景林小姐。哦，初次见面，林小姐你好。你好，乔先生。
杭景，我们不是之前想进一套进口的设备吗？但这稀缺的东西太少见了。后来教育局向我们介绍了乔先生，他家的药厂有一套备用设备。他们一听说是为平民女校办事，马上就答应帮忙了呢。真是谢谢乔先生了。举手之劳，怎能担得起一个谢字？哦，工厂的人后天就要来，你把这个收好。这么快就办妥了吗？办妥了。等他们来了，你把这个交给他们就行。太好了。程小姐，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那真是谢谢您了，我们下回一定请您吃饭，表示感谢。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再见。再见。三少，您昨晚熬了一宿，早点恢复休息吧。啊，对了，先去一趟云宝斋吧。好的，您肯定又是给少奶奶买她最喜欢吃的桂花糖。嗯。子正，你到底在哪里啊？不知道你现在安不安全？三哥，不好意思啊，打扰你思念子正了吧？三哥，不是这样的，我误会了吗？那这是什么？方便你怀念旧情，睹物思人吗？不是这样的。那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无论我怎样全心全意的对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人从你心里铲除啊？林杭锦，你真的是这么绝情的人吗？还是你压根儿就不愿意把感情浪费在我身上？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啊？我是你丈夫，你我同床共枕，你天天当着我的面去思念别的人，你让我怎么想？萧北辰，你不要入戏太深了。你别忘了，我们只是协议结婚。你说的对，我们只不过是协议结婚，我无权管你。
三哥，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把人三嫂子风筝弄坏了，你再给人做一个不就完了吗？那女人啊，我跟你讲，那都得靠哄，你知道吧？你道个歉，服个软，那不就万事大吉了？你说你这方面你真得听我的，我跟你说，我那是高手。高手，也不知道是谁之前被一个女人给拒绝了，然后就要死要活的。还我说你们俩到底还有完没完了？你们啊，那谁就跟你说我要跟他道歉了？我压根儿我就不在乎。不在乎生什么闷气呀？我生闷气了吗？我生闷气了吗？我生闷气了吗？哎，没，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哥，你能不能放我们哥俩回家？你看我这眼睛都快耷拉地了，我真跟你熬不住了。莫狐狸，赶紧走了。我看你俩谁敢迈出这屋门！不走。三哥，听我说，你需要的是多一点点的耐心，再给三嫂多一点点时间。你想想，我们领兵打仗，是不是要先谋划，再布局，再演练，最后才进攻？你现在和三嫂直接就结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在于你们没有过程。而且，女人最在意信物这种东西了。依我看，你就应该送个信物给三嫂，这样她以后看见那信物，不就想起你了吗？哎，对，三哥，这事儿你听莫狐狸的，你别看他自己没有女人是吧？但是这理论基础还是很扎实、很强大的。行了，赶紧回去休息。真的？瞎三哥，那我们走了，走。是。三少是买来送给夫人的吧？夫人真是好福气啊！我们店里刚来了一批新的上等的。谁说送给他的？这个，包起来吧。好。杭景，我今天过来呢，是想做你和三哥的和事佬。你也知道，他性子急又要面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都跟你说了？他现在可后悔了，你就别怪他了。我跟他说了，这次啊，必须要他先向你道歉。其实我知道你们是很在乎彼此的，但是呢，又各自很要面子。那我的原则呢，女人啊，一定不能先向男人低头，得让男人啊先向女人低头。毕竟啊，女人的头颅是最高贵的，你说是不是啊？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三哥这次跟你道歉了，你就原谅他，就当是给我个面子。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我一定饶不了他。凤琪，真不好意思啊，还让你为我们的事操心。谢谢你。谢谢，就喜欢说谢谢。再说的话，我就给你起个绰号，叫谢谢小姐。凤琪，你真的很好。杭景，你也真的很幸福。
您是说做我们学校的资助人？这几天呢，我也去学校听了几堂课，也算是实地体验了一下。我很欣赏两位独立的思想，以及对女子教育所做的付出。再说了，我的钱闲着也是闲着，如果能投入到进步学校，岂不是更有意义吗？另外呢，我准备设立一笔奖金，提供给那些家境比较贫寒的女生上学。两位觉得如何？这让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啊。这位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乔江乔先生，这位是佳曼小姐。佳曼小姐你好。你好。我很喜欢你正在上映的《告密女郎》，有幸能见到女主角本人。谢谢，以后就叫我郑凤琪就好，我的本名。好，请坐。谢谢。凤琪，这位乔先生想做女校的资助人，正好你上次提到了慈善义演，所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也听听乔先生有什么想法。乔先生，他们两个的想法就是不太希望所有的开支都用善款来资助。我倒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可以定期举办话剧演出，这样就可以有经济来源了。可我们又不是专业演员，会有人买票来看吗？有我啊，我可以培训女校的学生啊，你们呢就不用担心了。我觉得这样很好，既能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营，又能培养女生们的独立意识，不是简单的接受救济而已。乔先生，那您怎么想呢？听了三位说的，我觉得这才是把女子教育落到了实处。乔某人除了敬佩还是敬佩，举双手赞成。哎，我觉得这个点子不错。医生，药拿来了。柔和小姐，你帮我按住他。好。医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唉，九死一生啊！现在是生死的关键时刻，如果高烧退了，他能够醒过来，才能算是真正的救活了。若是平常，他能救活吗？腐肉伤及肌理，发炎高烧，要是一般人的话，早就撑不住了。他虽然意识模糊，但还是一直在咬牙坚持着。你可听见他一直在喊一个人的名字？对，虽然是在昏迷中，但是他也一直在喊着杭景这个名字。这应该是他的挚爱之人吧。督军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督军，请随我来。医生，这事千万不要让我父亲知道。好。
来，干杯！干杯！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又要上课，又要忙着排练，所以呢，今天特地请你们吃个饭，慰劳一下。乔先生真是绅士啊！可我们学校一共就2个男老师，那个演技啊，简直就是2个木头。说来说去，我们还缺少一个罗密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倒是可以帮忙。太好了，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你一定要帮我们站站台啊！那就谢谢乔先生了。哎，2位实在是太客气了，举手之劳。来，预祝我们演出成功。来，乔先生，你家的东西真的是好特别啊！这些家具啊，都是我游历欧洲时按自己的喜好淘来的古董，摆在一起呢，可能有些不伦不类了，请别见笑啊。中西合璧，古老而有趣味，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呢。过奖了。林老师也喜欢风筝啊。这些都是我的收藏。哦，这个是北平的风筝，叫惊艳。这个是潍坊的风筝，他喜欢把年画和国画画在风筝上。啊，这个是天津代表性风筝，叫威元泰，最负盛名，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过金奖的。乔先生对风筝可真有研究啊！如果你喜欢，可以随便选一个。这些收藏来之不易，我就不夺您所好了。乔先生，送礼没有我们2个的份儿啊？有。若2位喜欢，我这些年在风筝上花费的心思啊，也不算白费。给。好精致啊！那就谢谢你了。不客气。行不行啊？肯定行。军团长，哎呀，城景女子学校出演话剧，你说有没有三嫂啊？林行景3个大字，你没有看见吗？瞎吗？林行景是吧？这三嫂必须得看。三哥，要不要去捧个场啊？没空。哎，三哥，你就算是再没空，也得抽空去啊。你一个人睡在办公室，有没有空虚、寂寞、冷啊？再说了，这是你跟三嫂和好的大好机会。就是和好的机会。哎，你说你看他们排练排得那么辛苦，你说你买点水果买点花给他送过去，哎，慰问，你说三嫂再生气，那还能生得起来啊？是吧？就这么定了啊。那是报晓的云雀，不是夜莺。瞧，爱人，不作美的晨曦已经把东边的云朵镶上了金线，黑夜的星光已经烧尽。那光明不是晨曦，是太阳中吐射出来的流星。所以你不要着急，再耽搁一会儿吧。让我被他们捉住，让我被他们处死，只要是你的意思，我没有怨恨。来吧，死！我欢迎你。因为这是朱丽叶的意思。
怎么？我的灵魂要和我谈谈？天还没亮呢。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天越来越亮，可我们悲哀的心却越来越黑暗。林老师和乔老师演的真好，两个人都那么漂亮，演这两个角色真是登对。是啊是啊，这就叫赏心悦目。对。那么窗啊，让白昼进来，让生命出去。再会，再会，给我一个吻，我就离开。乔先生，怎么打人呢你？萧北辰，你干什么？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他干什么呢？我们刚才是在排练。萧三少，你别误会，这位乔先生是我们学校的资助人，他们只是在排话剧，刚刚都是误会。没事，资助人就可以胡作非为？萧三少，没你说的份儿。萧北辰，程昱是我的朋友，你没事吧？你对我还有没有半点尊重啊？你要的尊重，你要的自由，就是跟这男的卿卿我我。什么是演戏？你分不清吗？好，是我没理解清楚，是我不长记性。我警告你，下次让我见着你，我找把枪，无论在哪儿，我毙了你。乔先生。没事吧？没事吧？军团长，出什么事了吗？开车！报告。进来。司令。督军麾下绥岭第8旅，可能要乱。这是我们探子传回来的消息。没错。自从击败成军以后，成军就改变了扩张策略，由热战转为了暗战，逐渐采用金钱渗透的方式，欲从内部瓦解、搞乱直北地区，从而坐收渔翁之利。而绥岭第8旅原本就不是金城的嫡系，又常年驻扎在条件艰苦的鹰嘴岩，心中早有嫌隙，只怕是等时机一到，便会发生反叛暴动。绥岭是直北地区西南部的军事要地，鹰嘴岩地势险峻，四面环山，要真打起来，那可是场硬仗。司令，您可是想到了什么主意？既然萧氏父子已经在追查内鬼，那莫西白也藏不了多久。不如借此机会，您是想让莫西白反戈，直接对付姓萧的？站得越近，刀子才能扎得越深。军姿，军人的脸面。还有10分钟。三哥，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别打了，我跟你说几句话。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啊！
人家乔江和杭景刚认识，2个人排练是因为帮助学校筹钱，别想那么多了。哎呀，我怎么闻到醋味这么大呢？哎，行，等。怎么样，军团长，我的枪法准吗？行啊，还以为你生疏了，比男人强。你看啊，我都这么有男子气概了，你呀就把心放宽一点。我是不担心杭景有什么私心，可你看见那姓乔的看杭景的眼神了吗？哎呀，不是，人家乔江，富家子弟，生活其实挺简单的。平时呢就喜欢收集一下古董啊，然后自己制作一些风筝。其他的也没什么了。你说什么？啊？他做风筝？对啊，他喜欢收集各种地方的风筝，各路各款的风筝。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谁害怕心痛，否认心痛？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我真心拥有过，哪怕短暂快乐，留给岁月一抹温柔底色。下次流星划过，如果还记得，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下次流星划过，如果还记得，我曾在天空眷